当我们看到这白花花的大地，我们会不自主地认为这些是雪花，但骆驼的存在让我们否定了它。这是达纳吉尔洼地的盐场，这里的温度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夏季的白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50度，而晚上也在30度以上。盐场100公里外是当地的一个集货市场，负责运输盐块的商人会把盐块运输到这里来进行转卖。他们还在用原始的方法运输。骆驼是沙漠之州，吉祥哥拥有40多头骆驼。老板用比较低的价格收购盐场的盐块，一块块的盐块堆成了山。100年前，这些盐块可以和黄金相媲美。吉祥哥和他们的工人把盐卸下来，老板就开始清点盐块。现在一块盐块只能卖到3块钱，一块盐是3斤，一头骆驼只能携带40多块，一趟下来就能赚取3000多块，当然还要除去人工和其他费用。收了钱之后，就去集货市场买了些日用品，然后就要赶往盐场。骆驼商队行走在沙漠里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上千头的骆驼形成了几公里长的骆驼车队，盐工们正在炎热的盐场里如火如荼的工作中，用铁锯把盐板削成方方正正，削成一定的规格，方便骆驼携带。他们没有现代化的生产机器，只用最原始的身体劳动力。木棍是他们日常用的简单工具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非洲人不喜欢穿鞋子和袜子，不过现在都穿了起来，因为盐是腐蚀性很强的矿物质，如果把脚裸露在盐地里，会很容易被腐蚀。炎热的盐块也会把他们的脚烫伤。几百头的骆驼在这里等待着落盐。毒辣的太阳把每个人的皮肤都晒得黑黝黝的，而他们的午餐只能在盐场里进行。有个盐工中暑了，同事不得不用水帮他降降温。大量的盐商纷纷赶来盐场，他们运输货物不仅有骆驼，还有驴。在骆驼的衬托下，驴显得格外矮小。白花花的大地在太阳的照射下，让人们的眼睛都难以正常打开。吉祥哥这时候已经来到了盐场，他并没有因为长途跋涉而闲着休息，把盐块削成方方正正，接着用麻绳绑好，这是为了方便骆驼的携带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便开始他的行程。骆驼和盐商们在盐场与集市之间频繁穿梭交易，因为盐场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。感叹这个世界还有如此原始的生活与工作。走出洼地就来到了陡峭的山坡，这样崎岖不平的山路使得骆驼行走起来更加艰难。路途中他们会停下来休息吃晚餐，他们吃的都是比较容易携带的食物。吉祥哥和他的工人们做落盐这行业已经有10年了，彼此之间的感情毋庸置疑。简单休息过后，他们还会继续走夜路，但夜路不会太长，大约走到9点多钟，他们就停下来休息睡觉，把盐块从骆驼的背上卸了下来。这时候吉祥哥发现一头骆驼不对劲，赶紧把盐块卸下来检查一番。此时发现骆驼的嘴巴已经吐出许多白沫，而骆驼的脊部早已被盐块磨得遍体鳞伤，鲜血已经染红了自己的脊部。他们用传统药物帮骆驼涂抹伤口，长期的运输货物让骆驼脊部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他们会用麻绳绑住骆驼的双脚，这样可以防止骆驼到处乱跑。可怜的骆驼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够得到短暂的休息。骆驼吃苦耐劳，温顺听话，这是骆驼与生俱来的性格，这也是我喜欢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吉祥哥他们也得到了短暂的休息。可爱的骆驼在睡觉的时候会把头部放到地下，劳累了一天，是时候躺平休息了。早上起来，骆驼会在这块草地里吃他们一天下来唯一的食物。吉祥哥他们吃完早餐之后，又继续他们的行程，很快来到了一条小河，这是他们能遇到为数不多的淡水河，冲洗自己的身体。这也是他们1个月以来第一次洗澡，河水让他们在炎热的气候得到短暂的凉爽。吉祥哥很感恩河水为他们带来了生命的延续，同时也十分敬畏大自然，感谢为他们带来的一切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敬畏大自然的心。生命不息，工作继续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